大家好，我是 Mira。我之前呢去过2次台湾，都是自由行。第一次呢，我去了台北、礁溪、宜兰，然后去台南看望我的台湾亲戚。第二次呢，我去了台北、台中、阿里山，还有日月潭。那现在呢，从大陆前往台湾旅行的话，其实还是受到限制的。我呢，因为长期生活在海外，有海外身份，所以可以去台湾自由行。那我本人呢，其实是非常喜欢去台湾旅行的。一个呢，就是风景非常的秀丽，然后美食超多，几乎每天呢都会遇到热情善良的当地人，非常的感恩。所以呢，今天我想把我去过的台北以及台北周边，包括新北的一些景点和体验呢，做一个排名，然后也给想去台湾旅行的各位呢做一个参考。那首先呢，说明一下，今天这个排名不是按照 Google 的评分，也不是按照景点的人气，完全是按照我个人的喜好。OK。然后呢，这些景点必须是我亲自去过的。如果说我没有去过的地方呢，我就不会把它列入我的排名。另外呢，其实这些地方我都喜欢，只是喜欢的程度不太一样。我的排名呢，主要看3个标准。第一个呢，就是看有没有可替代性。第二个呢，就是有没有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第3个呢，就是如果我再来到台北的话，我还会想不想再去一次。另外呢，今天的 S 级我只会选一个地方。那我们就开始吧。那首先呢，就是象山。象山呢，可以俯瞰101，它的视野非常的好，而且它其实离市区非常的近，坐捷运过去也很方便。但是呢，象山真的要爬很多的阶梯，而且还挺陡的。我当时其实到山脚下的时候呢，就已经累到不行，然后等我爬上去的时候，感觉自己半条命都快没有了。但是呢，它的景致真的非常的美，特别是在黄昏和夜晚的时候。所以呢，象山我给到 B 级。下一个，台北故宫。台北故宫里面的珍贵藏品真的非常的多，我当时呢至少逛了3个小时，光是能看到苏轼的真迹，我就觉得这个地方真的非常的值得。我真的很想把故宫放到 S 级，但是呢，今天 S 级只能给到一个地方，所以不好意思，故宫 A 级。接下来是北投温泉和地热谷，我真的超爱这个地方。北投呢，适合待半天或者1天，找一家温泉旅馆好好泡个汤，也可以去地热谷看看。整个地热谷呢都是烟雾缭绕，空气当中还有淡淡的硫磺味，非常的有气氛。我当时住的呢是北投一家很有名的温泉酒店，叫嘉禾屋。它整个体验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很像是在日本住那种温泉旅馆。然后除了泡汤之外呢，还有很多的活动可以参加，就比如说像是茶艺啊、绘画，整个体验呢非常的沉浸和放松。我当时呢还去吃了北投的满来温泉拉面，他们家的温泉蛋我到现在都还有印象，真的非常的好吃。我真的很喜欢北投这种休闲惬意的氛围，所以北投温泉加地热谷我给到 A 级。至于嘉禾屋，同样 A 级。接下来呢是夜市。其实我觉得台北的几大夜市都非常的好吃，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的像是有这个大鸡排、盐酥鸡，还有烤地瓜球、大肠包小肠。后来我发现新加坡其实有卖台湾小吃的地方，就比如说像是盐酥鸡啊、烤杏鲍菇是能找到的，就至少你想吃的时候还有地方可以买。但是呢，为什么就一直找不到大肠包小肠？我真的非常的馋这个糯米肠的味道。如果下次我再来台湾玩的话，我觉得一定是为了大肠包小肠。总之呢，很推荐大家去台湾的夜市吃吃看。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台北的这几大夜市在我心中到底是什么等级吧。那首先呢是士林夜市。士林夜市呢应该是很多游客第一次到台北都会去的夜市，里面呢有各种好吃的，整个夜市呢也非常的热闹。士林的名气很大，所以这里人很多，而且商业化的感觉也比较明显，我把它放到 C 级。但如果说你是喜欢这种很热闹然后人来人往的这种气氛的话，
那我觉得士宁还是蛮适合你的。那如果说你比较想要更多一些有当地氛围的、比较接地气的夜市的话呢，那台北还是有很多其他选择。那接下来呢是师大夜市。师大夜市呢其实就在台湾师范大学的旁边，所以来这里的学生呢也很多。然后呢懂得都懂，一般呢在学校旁边都是有很多好吃的。整个夜市呢散落在附近的几条街巷里面，有很多的小吃和摊贩。我自己呢是蛮喜欢这种感觉的，就是比较接地气，然后有学生生活的氛围，所以呢师大夜市我给到 B 级。接下来是饶河夜市。其实如果单纯说吃的话，我觉得台北的这几个夜市都很好吃，真正不太一样的是每一个夜市的氛围。那饶河夜市的话，它就在基隆河旁边，你吃完小吃之后呢，你还可以去河边散散步，整个气氛就会变得特别的放松和惬意。所以说如果要在几个夜市里面选的话，我会选饶河。饶河夜市我给到 A 级。下一个西门町。西门町呢是年轻人的潮流商圈，有很有代表性的西门红楼，整个区域非常的热闹，很适合走走逛逛。西门町我给到 B 级。下一个九份。九份在台北周边，位于新北，是一个建在山上的老街，里面有很多窄巷、食街、茶馆和小吃店。虽然九份并不是宫崎骏官方认定的《千与千寻》的原型，但是呢，这里真的很有宫崎骏动画世界里面的氛围，甚至还有一个神秘的山洞。如果大家时间允许的话，我真的非常推荐，就是至少在这里住一晚上，因为当晚上红灯笼亮起来的时候，整个气氛真的会完全的不一样。九份我非常的喜欢，给到 A 级。接下来呢是一个相对小众的地方，叫鼻头角步道。其实呢鼻头角步道就在九份旁边，我当时本来是想去象鼻岩的，结果走错了路，误打误撞走到了鼻头角步道，然后一路沿着山坡往上走，发现这个景色还蛮不错的，就它一边是绿色的山，另外一边呢是大海，天气好的时候呢风景真的非常的美。这里呢还有一所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小学，叫鼻头国小，它呢就在山和海之间。我当时看到它的时候，我就在想，哇塞，在这里上学风景也太好了吧。这里呢也很适合徒步，其中有一段山脊步道，因为景观非常的有特色，所以也被称之为台湾小长城。不过这里的交通呢并没有那么方便，所以呢鼻头角步道我给到 C 级。下一个象鼻岩。当时呢我走完鼻头角步道之后呢，又费尽周折，辗转了好几次的巴士和 taxi， 终于到达了象鼻岩。这里的岩石长期受到风化和海浪的侵蚀，形成了一个非常像大象鼻子的天然岩石。我当时呢就觉得这个地方非常的特别，所以就算是历尽艰辛也一定要来亲眼看看。这个地方的海风超级大，然后海浪不断的就是拍打着那个岩石，声音非常的有冲击力。我当时呢还爬上了那个岩石，留下了这张现在看起来已经绝版的照片。为什么说绝版了呢？因为2023年的时候呢，象鼻岩的象鼻部分已经断裂坍塌了，所以我当年看到的景象现在已经看不到了。不过按照我当时的这么一个体验来看的话，因为它交通不太方便，我会给它 B 级，但是因为它已经绝版了，所以 A 级。下一个野柳地质公园。野柳呢位于新北，这里最特别的呢，就是经过长期海水侵蚀和风化，形成了各种奇岩怪石，整个海岸的地貌非常的特别。我之前去野柳呢是坐公交车去的，大概坐了1个多小时。其实我那天去的天气呢不算特别的好，但这里的地貌还是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种由大自然慢慢雕刻出来的景观，真的有很强的不可替代性。其中最有名的当然就是女王头，但是女王头的脖子一直都是在持续风化的。有研究推测，如果继续这样风化下去的话，未来几十年内，它的脖子就有可能会断裂到心痛。
那刚刚我们才讲到说象鼻岩在几年前就已经断裂了，所以说趁现在还能看到女王头，有机会的赶紧去吧。野柳地质公园我给到 A 级。接下来呢是金瓜石，金瓜石呢离九份不远，这里呢是当年很重要的矿区，那如果现在去的话，还可以走到当年的矿坑。我个人呢是非常的喜欢这个体验。走进矿坑里面的时候呢，我突然想到了我以前玩的一款游戏《空之轨迹》，就走进去真的有一种进入游戏场景里面的感觉。但当你真的走到矿坑里面，当然和游戏里面的感觉是很不一样的。里面的空间轨道、采矿留下的痕迹呢，都非常的真实，也让人很直观地感受到，就是当年的矿工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工作呢，也是非常的不容易的。除了矿坑，这里还有黄金博物馆和太子宾馆。如果喜欢历史的话，我觉得在这里是适合慢慢逛的。金瓜石在我心中是 B 级。下一个国父纪念馆，国父纪念馆是纪念孙中山的纪念馆。我当时去的时候呢，还看到了很有仪式感的卫兵交接，那个广场的视野呢也非常的好。不过国父纪念馆从2024年开始呢修馆整修，目前预计呢是要到今年，也就是2026年的第4季度，才会完成主要的工程。大家去之前呢，最好查一下最新的开放情况。国父纪念馆我给到 B 级。接下来是双月，我当时去的呢是青岛店，然后我到的时候呢，其实店门口就已经排起了长队，就它真的还蛮受欢迎的。然后我自己吃下来会觉得它会比较像是很接地气的那种家常菜，就是它的鸡饭、卤味还有油饭都非常的出名。如果想体验一下比较当地比较家常的味道的话呢，我觉得可以吃吃看。双月我给到 B 级。下一个中正纪念堂，中正纪念堂本身呢是为了纪念蒋介石而建，它也承载了台湾近现代历史的一部分。整个园区呢非常的大，这里呢除了纪念堂本身，还有国家戏剧院音乐厅，整个建筑呢也非常的有辨识度，空间感很强。如果你本身对历史感兴趣的话呢，我觉得还是值得来看看，我给到 B 级。接下来是诚品书店，诚品应该算是台湾最具有代表性的书店品牌之一。它呢不只是卖书，里面还有文创和生活用品，所以我觉得逛诚品本身呢也是一种很有台湾特色的文化体验。我第一次去台北的时候呢，去的是当时很有名的敦南店，它呢也是全球第一家24小时书店，所以当时很多人去台北呢都会去这家敦南店去看看。不过很可惜的是，2020年的时候呢，敦南店已经关闭了。所以如果现在大家想体验这种24小时的书店的话呢，可以去松烟店。如果大家喜欢逛书店和文创空间的话，我觉得还是值得去逛逛看。诚品我给到 C 级。接下来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家高空餐厅，叫 Sea to Sky。它呢在威风信义的47楼，环境非常的浪漫，巨大的落地窗可以俯瞰台北夜景。在这么高的地方，一边看夜景一边吃海鲜，真的是别有一番滋味呢。也要感谢我的台北朋友，当时请我享用了这顿非常浪漫的晚餐，味道也超赞。我还记得当时我们吃完饭下楼之后呢，看到外面的台阶上坐了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就在了聊天喝酒，非常的随意，让我对台湾的夜生活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Sea to Sky 本身所在的信义商圈呢也非常的热闹，旁边呢就是101。如果大家第一次来台北的话，那我觉得这里还蛮适合在晚上逛逛。Sea to Sky 我给到 B 级，但是呢朋友请客，所以加一档 A 级。接下来是我私心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也是我台北朋友推荐的，叫新波咖啡。新波咖啡，如果你喜欢喝咖啡，这家我真的很推荐。它的创办人呢是2016年世界咖啡师大赛的冠军。我当时去的呢是华山旗舰店，就在华山文创园区附近。整个空间呢非常的有设计感，它的咖啡的口感真的是非常的丝滑，
我觉得是我喝过的咖啡里面我最喜欢的品牌之一，所以我当时呢就买了好几大盒，然后把它们都带回了新加坡。如果你也是咖啡爱好者的话，我真的很推荐你来试试看。另外呢，他们在101也有店哦，在88楼，可以边享受高空的美景，边享受美味的咖啡。新波咖啡，我给到 A 级。终于到了今天的 S 级，也是今天唯一一个 S 级。他是谁呢？对，他就是阳明山。阳明山其实是我第一次去台北的时候，第一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地方。我当时呢是先在北投泡温泉，然后第二天呢就上了阳明山。那天的天气真的非常的好，阳光明媚，所以说如果大家要去阳明山的话呢，最好看一下天气，因为自然景观嘛还是很吃天气的。阳明山呢以大屯火山群为主体，所以这里的地质和景观呢都非常的丰富，有小油坑这种冒着白烟的地质景观，也有森林草原犀牛山景，还有很多不同的步道。而且阳明山不只是自然风景，这里还留下了历史的痕迹，像是阳明书屋，所以整个区域呢其实是融合了自然、人文和历史。不过呢，阳明山里面的景点非常的分散，虽然说景区里面是有这个游园车和公交车的，但是呢时间和路线都没有那么的灵活。如果想一天多跑几个地方的话呢，我还是比较推荐自驾包车或者是参加一日团。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呢，就是包了一个出租车，玩了一整天，所以当时呢去了很多地方。我特别喜欢阳明山的一点呢，就是它离台北市区真的非常的近。我当时就在想，台北人也太幸福了吧，家门口就有这么漂亮的一座山，而且还是那种移步换景型的。那天呢还发生了一个有意思的小插曲，我那天呢刚好碰到有电视台在拍偶像剧，还遇到了好几个年轻的演员，虽然我一个都不认识。阳明山是我第一次去台湾旅行的时候，第一个让我觉得哇，我好喜欢这里的一个地方，所以它在我的心目中有点像是初恋和白月光吧。因此今天唯一的 S 级我给到阳明山。这呢就是我心中的排名，那这些地方呢我都是非常喜欢的。如果我的排名和你的不一样，那太正常了，因为旅行嘛本来就是一件非常主观的事情。那如果说你的排名跟我有类似的地方，那也很好，就说明我们可能是很好的旅伴。如果不一样的话，也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我也想看看大家喜欢的台北景点是哪些呢？说不定下次我去台北的时候，就会把你的推荐加进我的行程哦。那其实台北真的有很多地方可以玩，那像是猫空、淡水这些地方我也想去，也希望之后有机会吧。另外这期影片提到了一些景点门票和相关资讯，我也帮大家整理好了，放在了描述栏里面，有需要的可以参考看看。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啦，拜拜。